他被称为近代盗墓祖师爷，关外盗墓专家，从事盗墓行业30年，身价超10亿。他1年的时间可盗掘200多座大小古墓。他能掐会算，精通天下，凭借手中罗盘，方圆100里内的古墓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。临行前还声称自己已经找到了秦始皇陵的地宫入口。他采用的盗墓方法，连考古专家见了都要连连称赞。可能已经有人猜出来这位奇人是谁了，他就是让考古专家颜面扫地的姚玉忠。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从事盗墓行业的呢？他盗墓的时候所使用的工具到底是什么？他又为何从事盗墓行业30年没被抓？接下来就为大家揭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盗墓团伙之谜。开始之前，老规矩，加个关注，点个赞。偷偷告诉大家，长按点赞2秒可以触发特效超级赞哦。姚玉忠是内蒙古宁城县人，这里是华夏文明最早的遗迹之一，也是著名的红山文化发源地。小有名气的姚玉忠总是声称自己是风水世家，是盗墓祖先的后代。对他了解的人都知道，其实他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。因为从小家里贫穷的原因，姚玉忠小学没上完就辍学了。因为没有过高的文化知识，刚开始选择了在工地上搬砖。后来因为年纪小，体力不行，受不了苦的姚玉忠很快就罢工了。后来就跟着父亲开始做起了羊绒生意。可是这种平淡的生活并不能满足他。姚玉忠从小就沉默寡言，性格比较内向。不过他比较喜欢阅读书籍，特别对考古盗墓题材的书籍非常感兴趣。因为从小就学到了很多有关考古发掘的知识，通过自学很快又掌握了文物鉴别的能力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发现盗墓可以赚到很多钱，他就想尝试着去盗墓。因为他的故乡是红山遗址的发源地，在红山遗址的周围隐藏着很多的古墓。一天晚上，姚玉忠自己一个人偷偷去寻找古墓，没想到他就这么随意的一挖，还真挖到了一座古墓。想要发财的姚玉忠立即就把盗取的宝物转手卖了。尝到甜头的姚玉忠觉得自己一个人找古墓、挖古墓太累，于是他决定建立一个盗墓团队。很快团队就建成了。因为姚玉忠向来很谨慎，所以他找来的都是自己的亲戚朋友。随着队伍的逐渐壮大，他们开始疯狂的作案。盗墓团伙最疯狂的时候，1年就可盗掘200多个大小古墓，基本上2天挖一个。连老外都知道中国的古代陵墓是最多的，因为我国有上下5000年的历史，所以我们国家从来都不缺古墓。可是古墓再多也经不起盗墓贼的盗掘。要是都像姚玉忠团伙那样2天盗一个，那不出几年我国的古墓可就没有了。如今我们这个和平年代的盗墓贼还算少了，要知道有些古墓经历几千年的改朝换代，早已经被盗墓贼盗过无数次，留下来没被盗掘的古墓可以说是十分稀少的。在盗墓界最怕的就是10墓9空，可是在姚玉忠的带领下，他们很少盗空墓。这个人厉害了，他从业盗墓行业30年，盗墓从不用高科技设备，他只需要观察星星，看一看地形就能准确地找到古墓。更让人佩服的是，只要他标记的地点没挖到古墓，他就绝不会离开，也绝不会空手而归。盗墓祖师爷姚玉忠十分看不上一直备受考古专家青睐的洛阳铲，因为他自己发明了一种比洛阳铲体型小、用起来十分便捷的盗墓必备工具。这种盗墓工具被姚玉忠称为渣子，只需要将渣子插进土里面再拔出来，通过观察渣子上面土的颜色，就能判断出地下面是否有古墓。可能有人有疑问了，这么大的一个盗墓团伙，为什么姚玉忠疯狂盗墓30年都没有被发现呢？原来一直小心谨慎的姚玉忠很善于寻找作案时间，每年的春末秋初是他们盗墓的最佳时间段。姚玉忠每天白天要做的就是对古墓进行踩点，到了晚上12点以后就成为了他们最开心的时刻。
盗出来的宝贝越多，他们就越开心。还有，他们最喜欢的天气是雨天，因为经过雨水的冲刷就可以毁坏他们盗墓时留下的痕迹。通过盗墓发家的姚玉忠，从原来的穷小子摇身一变就成为了一位身价超10亿的富豪。为了炫富，他还把自己家里的老房子拆掉，然后重新盖了一座价值1000万的豪华别墅，甚至在朋友聚会上还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就是靠盗墓发财的。慢慢的，姚玉忠在当地就成为了有名的大哥大。姚玉忠在盗墓界除了盗墓祖师爷、关外第一高人这些称号外，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个败家子儿的称号。因为他盗墓得来的钱实在是太容易，他就开始没日没夜的挥霍，到头来还染上了赌博。他一旦去赌场赌博，不在里边输个几百万几千万的，他就不会下场。有一次受朋友的邀约去了拉斯维加斯赌城，因为赌注金额太大，他一夜之间就输了8000万，到最后还欠下了6000万的赌债。因为欠下的金额实在是太大，一时也拿不出来钱周转。庆幸的是，他出发前随身带来了几件珍贵的古董，本来想在国外把这些古董拍卖掉的，现在只能拿这些古董用来抵押欠款了。小编在这里提醒大家，千万不要进赌场赌博，一旦陷进去，害的不只是你自己，可能还会毁了一个完整的家庭。说他是大哥大也是实至名归，原本100万的古董，为了还欠款，当场以20万的价格抵债。就这样，他这30年盗掘的珍贵文物，几乎全部还了赌博欠下来的赌债。这一天，姚玉忠盗墓团伙正在盗掘古墓时，当场被民警抓获。调查人员发现，姚玉忠的银行账户余额已经没有了钱，这让民警们很困惑。作为一个盗墓头号人物，怎么可能没挣到钱呢？后来通过了解才知道，原来因为赌博的习惯，他挣来的钱全搭进去了。姚玉忠的盗墓技术是没话说，他有一点不好就是太自私。因为他们是一个盗墓团伙，盗掘出来的文物是要分赃的。自私的姚玉忠每次盗掘出来的文物很少分给他们，偶尔开心了可能会给个1-2个，平时都不给他们文物，都是给他们现金。因为团伙成员没有鉴别文物的能力，而且所有的珍贵文物都是姚玉忠拿出去倒卖的，卖了多少钱他们不敢说，更不敢问。刚开始可能觉得没啥，只要给钱就行，毕竟古墓都是姚玉忠找到的。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团伙成员都对他产生了偏见。姚玉忠这次被抓，很有可能是因为团伙内部产生了分歧，有人报了案，我们不得而知。随着盗墓头号人物姚玉忠被捕入狱，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盗墓案宣布破获，一共抓捕了225名犯罪嫌疑人，追缴回来的文物高达2000多件，被盗文物总价值超7亿元。最终，姚玉忠因盗墓罪、倒卖国家珍贵文物罪等数罪并罚，最后被判处了死刑。最具传奇色彩的是，他在公堂上傲慢自信地告诉法官，考古专家都是一群废物，100个考古专家都不如我1个。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挖秦始皇陵，如果能给我1个月的时间，我一定可以把秦始皇陵的地宫打开。姚玉忠如果能把生前所学的考古知识用在正道上，也许就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。如果他当时能考一个有关考古的专业，我相信他会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，没准还能成为一名非常著名的考古专家。如果人生没有那么多的如果，机会都是靠自己争取的。你对盗墓祖师爷有什么看法？欢迎留言讨论好了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记得长按点赞关注一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